中国的父母在美国买了一套房子，想留给美国籍的孩子，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，孩子要交最高40%的遗产税，一个让很多家庭猝不及防的数字。张女士在孩子读高中的时候就把他送去美国，孩子如今已经成年了，拿的是美国的国籍。前几年，她和先生在洛杉矶买了一套房，想着将来留给孩子，算是给他们一份踏实的底气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朋友无意中提起了一个数字，她才意识到这件事情远比她想的复杂。作为中国公民，非美国税务居民，他在美国的房产将来留给孩子时，只有6万美元的免税额，超出的部分最高需要缴纳40%的遗产税。一套价值200万美元的房子，理论上税务缺口可能超过75万美元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很多人知道，美国对本国的税务居民、绿卡持有者或者公民去世时，有一个相当高的遗产税免税额，2026年约为1500万美元，超出的部分才需要缴纳。大多数的家庭实际上不会触及这条线，但是这个优惠不适用于非居民外国人。如果你是中国公民，没有绿卡，没有在美国定居，那么你在美国境内的财产、房产、银行存款、股票等等，适用完全不同的规则。免税额仅为6万美元，超出的部分按照18%至40%的累进税率征税。而中美之间目前没有遗产税双边条约，无法通过条约减免。这意味着一套价值200万美元的洛杉矶的房产，在扣除6万免税额之后，要对194万美元的价值征税，税额可能在70万到80万美元左右。这笔钱需要在父母去世后9个月内申报缴纳，否则还会产生罚款和利息。有一些方式其实是可以提前规划的，值得认真考虑一下。生前赠与，而非身后继承。美国对生前赠与也有赠与税，但非居民外国人赠与境外资产给美国公民子女，美国方面通常不征赠与税。如果能在生前将美国房产的所有权进行适当安排，或者在中国合法套现后以其他的方式传给孩子，有可能规避部分的税务风险。但是需要注意，赠与美国境内不动产，美国依然有权征税，这条路需要仔细评估。通过信托结构持有美国资产，部分家庭选择通过不可撤销信托 （Irrevocable Trust） 持有美国房产，使资产不直接计入被继承人的遗产。这需要提前规划，并且信托的设立和管理有一定的成本，适合资产规模较大的家庭。重新考虑在美国持有不动产的方式。有些家庭选择通过有限责任公司 （LLC） 持有美国房产，而非个人名义直接持有。LLC 的股权相较于不动产本身，在税务处理上可能有不同的考量空间，但这需要结合具体州法律和税务规划，绝不是一定有效的万能方案。及时更新遗嘱和资产规划，无论选择哪种方式，提前立好遗嘱，明确各项资产的传承安排，是所有规划的基础。没有遗嘱，就只有法定继承。
税务和手续都会更加复杂。张女士还问了一个问题，她说：“如果现在开始规划，还来得及吗？”我们告诉她来得及，但是越早越好。很多税务规划需要在资产转移发生之前完成，事后再做，空间就小很多。跨国家庭的财富传承涉及两个国家的法律、两种税务体系以及随时可能变化的政策环境。没有一套方案适合所有人，但每个家庭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规划。张女士说：“至少现在知道问题在哪里了，比一直不知道要好。”这句话也适合所有还没有开始规划的家庭。最坏的不是问题复杂，而是问题已经在那里，却没有人去看它一眼。这不只是在规划财富，其实是在保护家人不被一个数字打得措手不及。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和点赞。